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5個 GitHub 的實用工具，它們是開源在 GitHub 上面，我們可以免費的來使用。首先會介紹剪貼簿工具，接着會再介紹一個 Markdown 的編輯器，再來會介紹 AI 的 OCR 工具，第4個介紹的是一個離線的 OCR 的工具，最後再為大家介紹一個提供了分頁功能的應用程式。以下我們就先來看看 Bitroot 這一個工具。Bitroot 也就是甜菜根，它是一個剪貼簿的管理工具。它除了具備有 Ditto 或者是 CopyQ 這樣子的剪貼簿工具以外，同時它提供了比較美觀的外觀，而且也跟 AI 做了整合，同時也有了離線 OCR 的功能。只要把它安裝起来以後，就可以直接按下設定好的 Hotkey 將它啟用起来。像我們這邊就是已經将它啟用起来了，你就可以直接點擊你需要的項目，這些就是跟一般的剪貼簿操作工具是一樣。那它具備了下面這幾個功能。Bitroot 只有 Windows 的版本，沒有 Linux 跟 macOS。它雖然是放在 GitHub 上面可以讓我們下載，但是它只有執行檔，並沒有原始程式。它是今天介紹的5個工具裡面唯一沒有原始程式的工具。它提供了9個布景主題，因此我們可以自由的來選擇這9個布景主題。它同時也有中文的界面，可惜只有簡體中文。它提供了離線的 OCR 功能，但是目前很可惜它沒有辦法辨識中文，但是英文啊、數字啊、字母啊這一些都是可以的。它也整合了 AI 的大語言模型的功能，預設有下面這幾個常見的 AI 供應商。這個 Local LLM 我使用的 Custom， 它是需要自己輸入網址的，可惜 OpenCode 沒有辦法測試成功。跟 Ditto 相比，它會記錄使用的到底是哪一個應用程式來截取的，方便我們找到要搜尋的內容。圖片它也有獨立的清單，因此需要特別針對圖片來搜尋的時候，只要點擊一下這個圖片的按鈕，它就會把圖片集中在清單裡面，可以比較方便的找到需要重複使用的截圖的內容。目前我碰到了已知問題，最主要就是 OCR 沒有辦法辨識中文，也沒有辦法辨識數學公式，同時它的有些功能不是非常穩定，例如有時候上下鍵就沒有辦法移动，按下 Enter 它也沒有辦法帶出內容。但是有時候又可以，我還找不到它的這個規律。希望作者能夠持續的更新，以達到完整的功能。第2個工具是 Toleria Markdown 編輯器，它基本上就是提供了類似 Obsidian 這樣的操作界面，讓我們可以來編輯 Markdown 的檔案。如果你覺得 Obsidian 載入比較緩慢，但是又有需要快速修改某個 Markdown 檔案的時候，也許就可以考慮使用這個 Toleria 編輯器，因為它是用 Rust 撰寫的，因此會有比較好的執行效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觀，就是有明亮的界面，也有暗黑的界面，可以自己來更換。同時它也有了中文的界面。可以看到它左邊這一邊的內容很像 Evernote 的瀏覽界面，但右邊的這個編輯區又很像 Notion 的編輯。比如說我按下這個加號，它就會出現選單，就可以選擇需要使用的內容，或者是直接按下斜線也可以。這邊的操作就非常像 Notion。那因此像 OpenCode 的 Markdown 的檔案就會使用它來做編輯。它同時提供了多個 Vault 的功能，可以同時一次編輯多個 Vault。像現在我就開了2個 Vault， 可以看到這個全部筆記呢，它上面的數量就會變更，表示我目前這2個資料夾裡面總共有3500多個檔案。如果只要編輯某一個，另外的檔案就會消失。像現在一個保管庫的狀況呢，就是只有210個檔案。那這個是因為它將我 OpenCode 裡面的 Node 底線 Modules 裡面的檔案全部通通列進來，在設定裡面可以指定不顯示 MD 檔以外的內容。那現在就是我只顯示了 MD 檔的內容。那它的一個優點就是它跟 Git 呢完全就整合在一起了，因此檔案的同步你就不用再去找別的解決方案了，它就已經內建在它的系統裡面了。你需要快速編輯 Markdown 的話，就可以考慮使用 Toleria 這一個工具。第3個要介紹的是 Snip AI 這一個 OCR 的工具，它可以使用大語言模型來辨識出截圖的內容，因此對於表格或者是數學公式可以有比較高的辨識能力。例如我們現在上面這個數學公式，啟動了 Snip AI 以後，就是接着按 Ctrl+Shift 跟 A 來做截圖，因此我現在就按下 Ctrl+Shift A。如果它有出現要求你選擇截圖工具的話，你就直接選擇 Windows 內建的截圖工具就可以了，因為它的截圖功能是透過 Windows 的截圖工具來達成的。截好圖以後，接着再到它的畫面，
它就會將這個圖形給貼上，同時就馬上做了辨識哦。它這邊結果它抓到的是整個大語言模型回應的內容，我們不要這一個，就直接指定現在就是要辨識公式，讓它再重新辨識一次。那它已經把這個給辨識出來了，但是這個 copy 的按鈕跑到下面了，我把視窗放大了一下，然後接着我們就點擊這個 copy， 把這個文字的內容給複製起來。接着我們就可以回 Obsidian， 然後使用 LaTeX 的格式，按2個$，再將剛剛的內容給貼進來。這個就是2個$，將剛剛複製進來的內容給夾起來，然後它就顯示出這個公式的內容了。它另外一個功能就是表格，只要在這個選單上面選擇好使用表格，那到時候你截圖截進來的這個表格比較正確的辨識出表格的內容。我覺得這個公式跟中文表格是這個 Snap AI 它表現得非常優秀的一個效果。第4個要介紹的是 Umi Osia， 它是一個離線的 Osia 工具，因此它不需要聯網，就可以直接來做辨識。我們來看一下 Umi Osia 要怎麼操作。首先開啟它的畫面，可以從這個設定這裡看到它的螢幕截取的熱鍵是 Windows 加 Alt 加 C， 因此我們來試看看，我按下 Windows Alt 跟 C， 然後截取一段螢幕的內容，它就會馬上開始做 Osia 的辨識。我們接着再點擊記錄，這第3個內容就是剛剛辨識出來的這個內容，可以看到它中文其實辨識成功率還是蠻高的。因此你有這個截取螢幕內容做文字辨識功能的話，可以考慮使用這個 Umi Osia， 它把整個環境通通都打包好了，可以很方便的來執行 Osia 的功能。第5個要介紹的是 Windows Tapes， 它能夠把應用程式變成用分頁的方法來呈現。首先在設定畫面裡面可以來指定哪一些應用程式可以做自動群組的功能，那到時候在開啟的時候它就會自動拼在一起。首先我們先開啟它的視窗，看一下我們目前的設定，把它的畫面給打開，然後我們看一下檔案总管，現在找不到檔案总管，因為我没有開啟，先把檔案总管開啟起來，它沒有辨識到，這個時候就是做 refresh， 看到有檔案总管，可以確定它已經有自動群組功能了，接着再來開啟另外一個檔案總管，我們可以看到剛剛開啟的這個資料夾就會拼在它上面了，就是在應用程式上面呢就可以有這個分頁的功能。要怎麼樣脫離這個分頁狀態呢？就是按右鍵，在右鍵裡面就會有一個 detach， 只要執行了 detach 就可以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可以直接點着這個頁籤，然後往上往外面拉，它就會分割成2個視窗了。要怎麼把它合併回來呢？按着這個頁籤往這個視窗的上方放，它又會拼接在一起了。因此它這個功能是非常方便。同時我們再來看一次它的設定，它後面有這個群組，它的意思是我們有不同的應用程式也可以把它用分頁的方法給拼在一起。假設這個 ShareX 跟檔案總管要可以能夠拼在一起，那就是後面把這個類別1呢打勾，它就是屬於同一群的應用程式。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把 ShareX 的視窗拼在檔案總管裡面，一樣按着這個頁籤放到上面放開，就可以看到剛剛這個 ShareX 的分頁呢跟檔案總管就拼在一起。應用程式要有分頁功能的話，透過 Windows Tapes 呢就可以很方便的來達成的。那這個在以前我在使用這個 Groupy 影片裡面有介紹過，但是 Groupy 是需要費用的，而 Windows Tapes 卻可以免費使用。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5個 GitHub 的方便工具，它確實可以提升我們不少的生產力。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工具對於你在電腦使用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或者成為我的會員來支持我錄製更多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